如今的网络时代确实方便快捷，比如动手指就能买到心仪的商品，但不可否认，网购也存在很多弊端。因为看不到实物，如果遇到不良商家产品夸大宣传、过度营销，那就会出现货不对版的情况。特别是一些网红爆款家居用品，让很多人买之前是期待值满满，用后却直呼上当受骗，瞬间成了大冤种。本期咱们就来盘点8个坑人不浅的家用物品，个个都良心坏透，专坑喜欢网购的人，真的是谁买谁后悔。饺子皮神器，我全家人都爱吃饺子，但从和面、调馅再到擀饺子皮，一顿操作下来确实很麻烦。于是老妈买了这玩意，号称是包饺子神器。商家宣传说，用它压出来的饺子皮又圆又薄，1分钟轻松出200个。然而一试就露馅，根本不好用。压出来的皮一边厚一边薄，还要拿出来再擀一下，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我家用过1次后就扔垃圾桶了，妥妥的智商税，大家千万要避雷。压蒜器，都知道吃饺子配上蒜酱才够香，但捣蒜、压蒜泥也要花费很大力气和时间。这个时候，聪明的商家嗅到了商机，果断推出压蒜器。视频里演示，只要把剥好的大蒜瓣放在底部，轻轻一滚，就能直接压出蒜末。但实际用过就知道，和包饺子皮神器一样，都是骗人的玩意。生蒜完全压不透，就算你费很大力气，也根本压不出去多少，非常吃力。最可气的是，压完还粘在上面，还得慢慢清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商家宣传时用的都是煮过的大蒜，真是坑人，想买的要慎重。手动榨汁机。外卖一杯果汁动辄几十块，想买个电动榨汁机，价格又太贵，容易被闲置。于是很多人看到这个价格更实惠又方便携带的手动榨汁器就心动了。看到商家演示的视频里，不管是葡萄、橙子还是苹果，轻松一压就能出来很多鲜美的果汁。结果很多人入手体验过就发现，又是个欺骗人的东西。这个手动榨汁机用7个字点评就是费钱、费力、费果肉，太真实了。有小姐妹分享说，买回来试了几次，根本榨不干净。汁水不在槽里待着，反而喷得到处都是，鸡肋得很。螺旋晾衣架，又是一款被商家宣传好用到爆的晒被子神器。螺旋晾衣架主打的就是方便实用，更节省空间。但这东西真正用过才知道，看着很实用，实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晒被子之前需要把被子一点点的套进螺旋状的架子里，光这一个操作就贼麻烦，贼费劲。尤其是刚洗完的被子还很沉，这个架子还重，用过几次就会失去耐心，沦为闲置品。还有一点槽点，被子大的话，里面那层根本晒不到，很难干，真不如普通晾衣架实用，避雷别买。小型缝纫机，居家过日子，衣裤坏了，袜子破洞，免不了要缝缝补补。但现在很多年轻人根本不会针线活，如果看到一款号称有手就能学会，以后修修补补不再求人的迷你缝纫机，你会不会为此买单？等你心动买回来，就会发现又被商家欺骗了，根本没有宣传的那么好用。有网友吐槽说，这种小型缝纫机能缝的面料实在有限，布料太厚不行，太薄的不行，太软的也不行，用的时候不是跳线就是断针，再好的脾气都被它磨没了。缝个东西太费劲，千万别买。硅胶马桶刷，家里刷马桶是我常年的任务，自然就喜欢在网上淘各种清洁工具。家里大大小小的马桶刷也买过6、7个，要说最难用的就是这个硅胶马桶刷。当时是冲着颜值去了，看着确实挺有质感，但其实就是个美丽的废物，中看不中用。这么说吧，马桶釉面上的普通污垢都刷不干净，就更别指望它处理卫生死角了。而且我不是针对某个品牌，前后买了3个不一样的牌子，都超级难用。奉劝大家不要再被它的颜值和宣传所吸引，白花冤枉钱了。喷油壶，这个外观看上去甚是美丽的油壶，也有很多人被种草。看到视频里美食博主做菜用这个喷壶，不仅健康好控油，操作非常方便，于是纷纷下单。等买回家用过几次，才发现鸡肋得很，喷出来根本不像商家演示的雾状，都是一条条的，跟水柱似的。关键是油壶稍微倾斜点就会吸不到油，也喷不出来。还有力道没控制好的话，还容易把油喷到锅外边，导致灶台变得油腻腻的。虽说价格不贵，但用着糟心，还耽误事儿，慎买。挽莲种子，挽莲顾名思义就是可以养在花盆里的微型荷花，开花之后不仅观赏性强，花香宜人，而且还有好运连连的美好寓意。这些年在网上也是卖得超火，深受爱花之人的喜爱。但有些不良商家良心坏透了，拿外形相似的菜莲冒充挽莲，欺骗消费者。很多人满心欢喜的买回家，精心培育1、2个月后发现，除了不停的长叶子，根本不开花，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打了水漂，肺都被气炸了。在这儿也提醒各位爱花人士，网上宣传9.9一大把的，无一例外都是菜莲，不想吃亏上当，千万别图便宜，要买10元1颗的才是真的挽莲。
最后也奉劝喜欢网购的朋友，买家居用品前要三思而后行，一定要擦亮双眼，多看看网评，才能避免吃亏上当。你有买过坑人的家用用品吗？可以评论区留言，帮助大家避坑。很多朋友生活中都有跟风买东西的习惯，如果是小件物品，决策失误也没啥，要么退货，要么损失点小钱。但如果是买家具、家电这类的大件物品，劝你要谨慎，因为一旦发现不好用，那就是进退两难，退货麻烦，运费高，放在家里占地又吃灰，就算想扔都嫌麻烦。这一期咱们就来盘点一下容易沦为大垃圾的8个家居大件，听劝咱就别往家里搬了。1. 上翻式梳妆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很多女孩子在装修新家时，都会在卧室的角落里给自己安排一个梳妆台，来弥补以前没有专门化妆地方的遗憾。但实际上大多数的梳妆台都超级难用，特别是上翻式的，坐着化妆看不清不说，腿还伸展不开，那叫一个不舒服。而且每次使用前还得把堆在上面的物品挪空，麻烦得很。更关键是化妆时手臂还没有支撑点，遭罪又心累。久而久之才发现，还不如去卫生间镜子前化妆来的省事和舒心。结果花大价钱搬回家的梳妆台，就沦落为食之无味、扔掉可惜的生活家居大垃圾。2. 床尾凳，和梳妆台一样没用的，还有一个堪称卧室空间杀手的床尾凳，常年霸榜鸡肋家居榜首。很多朋友买它之前都幻想着可以用来放置脱换下来的衣服，坐在上面换鞋也很方便，但事实上这就是个伪需求。等到实际入住后才发现，对它的利用率根本不高，甚至是几乎为零。时间一长，就彻底沦为堆放杂物的地方，不仅让卧室显得更乱，打扫房间时也是超级碍事。实话实说，这个床尾凳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根本没啥用，尤其是小户型，还占地方。如果换衣服就随时挂进衣柜，脏衣服丢进脏衣篓，睡前读物和手机放在床头柜，拿取也更方便省事。试问一下，咱们买它何用呢？3. 跑步机，很多对身材管理不佳的人都企图拥有一台跑步机，就能让自己下定健身减脂的决心。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我劝你要冷静。事实上，大部分的家庭跑步机的新鲜期都超不过3个月，之后就统统被闲置，要么当家里的晾衣架，要么就是杂物叠放区。不信的话，买之前你可以去二手转让平台看一看，上面的跑步机几乎都是8、9成新的在转手，成交率还很低。所以真想要健身减肥，都不如饭后去楼下的小区、公园跑跑步，就算坚持不下来，起码钱包没损失。4. 空调扇，千万别被它的名字给忽悠了，这个玩意跟空调一点不沾边，完全没有制冷的效果，我愿把它称之为加了冰块的电扇。说白了，如果想让它发挥作用，就需要你每隔几小时就得频繁的更换里面的冰晶，不然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而且这个东西噪音还大得很，晚上开它吵得你根本睡不着觉。普通电扇的功能，价格还贵得离谱，千万别买。对了，它还有个孪生兄弟叫厨房凉霸，这个凉霸也一点不凉，冬天用不上，夏天吹热风，鸡肋得很。5. 洗烘一体机，说一个扎心的现象，市面上的一些洗烘一体机售价比普通洗衣机还便宜，你猜是为啥？很多人看到这种洗衣和烘干于一体的都会很心动，看着高级不说，还节省空间。但等到实际体验过才发现，难用到戳心戳肺，尤其是干衣功能。有网友吐槽，家里的洗烘一体机8公斤的容量，最多只能烘干3公斤的衣服，而且耗时还很长。就算是烘干袜子、内衣裤之类的小件，也得1个半小时打底。大件衣物想要烘干后直接就能上身穿的场景也根本不存在，烘干后的衣服都是皱巴巴的，有些面料还缩水严重。听到这些槽点，如果你还非要往家里搬，我也拦不住。6. 各种网红造型沙发，现在市面上的网红款沙发确实颜值出众，什么云朵、大黑牛、大象耳朵、钢琴键、帆船、像素沙发等等，多到数不胜数。讲真，这些沙发不论是造型还是质感都没有能挑剔的地方，摆在客厅里也很显气派。但说句良心话，也许会得罪人，等你入住后就会发现，他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坐靠在沙发上，脖子没有枕的地方。因为这些网红沙发的靠背都很短，就导致休息时没有支撑你脖子的位置，所以一旦你在沙发上靠的时间久了，就会感觉脖子很疼。不信的话，你们就去试一试。7. 网红羽毛灯，卧室里装个羽毛吊灯，一定是各路小仙女最得意的装修设计，飘逸的造型，质感也是无可挑剔。如果你也心动了，我劝你别冲动，因为它的美感花期很短。时间一久，你会发现它的羽毛会由最初的白色到灰色，再到黑色，因为招灰是它躲不掉的缺陷，而且脏了你还不能洗，一旦勤快了，
借用网友的话形容，就是鸵鸟毛瞬间变身乌鸡毛，那叫一个惨不忍睹。不洗吧，灯光的光线还会越来越暗，就是个美丽的废物。8. 一堆清洁电器，但凡提到做家务，多数人都会摇头，即便是勤快的人也同样烦恼，所以才导致市面上的清洁电器层出不穷，什么擦窗机器人、吸尘器、除螨仪，还有大件的洗地机、蒸汽拖把、扫拖一体机等等，多如牛毛。我家因为都不爱做家务，因此这些年几乎买了个遍。但有一说一，大多数的清洁电器并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好用，所以最终的结果普遍都被闲置。因此也奉劝大家入手前需谨慎。像我家目前还在用的，也就剩下个扫地机器人了，其他的电器都扔在角落里吃灰了。给家里添置家电的初衷，就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所以正在或将被淘汰的家电就不要再跟风购买了，不然买回家也会后悔，不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还会给生活添堵。本期结合网友们的真实反馈，总结出4种正在被淘汰的家电，劝你就别花冤枉钱往家搬了。1. 定频空调。定频空调不要再买了，目前国内已经下市不再生产了，就算还能买到，也都是库存机。虽然定频空调价格更实惠，而且维修成本低，但在使用体验上却差强人意。用过定频空调的人都深有感触，室温不恒定，舒适性太差。比如你设定温度26度，它会在24至28度之间变化，而且压缩机还会反复启停，一会开机，一会停机，噪音大不说，还很折磨人。另外，以前的定频式空调能耗等级普遍都是3、4级的，甚至还有5级的，耗电量大是有目共睹的。网友艾特小猪爱绝绝，当初不懂，买了定频式空调，便宜了几大百，还以为捡了便宜，结果用上才发现是真的糟心。刚开机时你会感觉很冷，然后没一会它就停止吹风，你又会感觉很热，整个房间不是恒温的。当你察觉到很热的时候，它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开始吹风了，就这么反反复复的折磨你。网友艾特杭州亮哥简直太坑了，房东给我装的5级定频空调，30多度的大热天你根本不敢开，真不夸张的说，开一晚上1天的饭钱就没了。相比之下，变频空调能做到室内恒温，而且噪音小，更节能省电，所以定频式空调被淘汰也在情理之中。2. 制冷冰箱。制冷冰箱堪称冰箱界的老祖宗，曾经也是王者般的存在，但现在的家电市场基本上也是难寻踪影了。究其原因，这种传统制冷方式最大的弊端就是结冰霜，而且随着使用时间越长，结霜情况越发严重，甚至会影响到使用效果。像我家之前的制冷冰箱就是这种情况，冰霜越结越厚，让本就有限的存储空间越发不够用了。而且每次去除冰霜时也是费时费力，还要先把冰箱里的东西搬空，这个过程还容易导致食物腐坏。网友艾特皮猫不在家，大家买冰箱千万不要看见制冷冰箱价格便宜就心动，这种冰箱不管你调哪个档，冰霜都照结不误，手动除霜太麻烦了。网友艾特快乐一家人，听我句劝，除非你是出租房临时过渡用，否则尽量别买制冷冰箱，因为每用一段时间你就得除霜，不然冷冻室的抽屉都会拽不开，而且放东西也会少，没有干区。反观风冷式冰箱，不仅容量大，存储空间更多，而且不会结冰霜，这些实打实的优势也注定了制冷冰箱被市场淘汰的定局。3. 洗烘一体机。所谓的洗烘一体机，就是在滚筒洗衣机上加装了烘干功能，凭借不占空间，一台机器就能实现洗衣加烘干的全过程等优势，一经问世就销售火爆。但反观现在的家电市场，基本上到了无人问津的地位，甚至售价已经跌到不如普通的滚筒洗衣机。之所以沦落到被淘汰的边缘，还是因为自身缺陷太多导致的。比如很多人以为洗多少就能烘多少，而实际上烘干容量只占到洗衣容量的1半，而且你还不能塞得太满。另外大多是冷凝烘干，耗时长不说，衣服干不透，有褶皱也是大家吐槽最多的点。此外，一体机还没有绒毛收集器，时间一长，内部就有异味发霉，影响衣服卫生。网友艾特哆啦 A 梦的太太，别和我犟，洗烘一体机就是不好用，就一个被罩加2个枕套，前后用了3小时，就问你气不气？烘干完的效果还全是褶子，就问你服不服？听句劝，但凡家里有空间的，就去买洗衣机加单独的热泵烘干机。4. 速热式热水器。速热式也叫极热式热水器，可以说是传统热水器升级换代的产品。它既不像储水式电热水器那样占用空间，还能实现燃气热水器秒出热水的功能。
对于没开通燃气或者卫生间面积小的家庭，简直就是福音。在前些年销售相当火爆，很多人都跟风购买，但现在为啥买的人越来越少了呢？因为但凡用过的家庭就没有几个不后悔的。比如说对电线电路要求非常高，使用过程频繁跳闸，非常不安全，而且功率还很大，带来的结果就是电费1个月多了好几倍。要说用水体验也是无力吐槽，只能夏天用，因为冬天水量不能开太多，不然就不热。网友艾特不努力的学长及热式电热水器装了1年了，3个字概括超难用，除了体积小，其余全是缺点。超级耗电，每个月至少80-90度电费起步，一到冬天还根本没法用。那水量必须调到20以下才能感受到水温，水量还小得可怜，想洗澡想都别想，洗个脸都费劲。装修不怕过时，就怕翻车。只有入住后才能体会到翻车的9个客厅设计。小东在装修行业做了20年，装过上百套房子，但凡身边只要有人盲目跟风的，我都给劝住了。别天天刷视频，看见那些自装博主都这么说，你就傻乎乎的照做，你根本不知道人家背后被充值了多少钱。不做假通铺，地面通铺瓷砖不仅颜值高，而且显大气。真正的通铺是全屋统一排版后的一缝到底，即便有小窄条，也是藏在家具遮挡处或者是边角不起眼的地方，这样铺出来的地方才完美。其他像什么客餐厅都是一种瓷砖，把同样的地砖当过门石啥的都是假通铺，千万别被忽悠了。不铺灰色地砖，灰色地砖就是最丑的地砖，不接受反驳。尤其是深灰色的亮光砖，好不好看你全凭运气。你在瓷砖店面之所以看着高级，那是因为有灯光加了美颜滤镜，等真正铺到你家里是显暗又压抑，而且不耐脏。一定要用灰色就选浅灰素色砖，不挑楼层，不挑采光，基本不会翻车。不装复杂电视背景墙，电视背景墙越复杂过时越快。5年前的硅藻泥造型墙，3年前的岩板木格栅，现在再看是不是又土 low？ 而且客厅电视越来越大，85寸上墙后还能露出多少背景墙？不如把钱省下来花在软装上，一株好看的绿植或落地灯也能营造出高级感。不装小山丘射灯，别轻易跟风装小山丘射灯，因为入住后你会发根本实现不了网上美图的效果，心心念念的小山丘全部变成妊娠纹了。你压根不知道射灯照射的地方，前期需要叮嘱油工，一定得把墙面打磨平整，还得用200度大灯泡子照射墙面，再细致的打磨几遍，最后再去刷漆，不然就算你买5000块钱一桶的乳胶漆也是白搭，墙面照样得是大波浪。不装科技布沙发，有人说科技布沙发防刮、防水还防污，我劝你听听就算了，这玩意谁用谁后悔。如果预算不高还想要舒服，就买布艺的，款式选择多，透气性还好。条件上来了，你就买个真皮的，档次高还好打理，款式一定要选直排的，没有贵妃位的客厅就是宽敞显大。不装悬空电视柜，我承认电视柜做悬空确实简洁大气，但安装悬空电视柜，要么用钢架结构，要么用穿墙螺丝固定，掉是掉不下来了。但是时间久了，柜子下坠和墙面的缝隙，你能接受吗？而且悬空电视柜大多是直角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还有磕碰的安全隐患，不如老老实实做个落地柜，颜值也不差，一样没有卫生死角，关键是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不刷网红色乳胶漆。这么说吧，但凡是跟风做网红色乳胶漆的，10家有8家后悔的。别管它是什么乳窑、杏子灰、可可淡奶，也就是新鲜1年，第2年不是褪色就是磕碰，越住越难看。别看它名字起得很高级，实际上不就是深灰、浅灰和冷灰吗？都是白色加上色浆调出来的，太阳越晒颜色越浅。想要不翻车，就刷大白墙，软装一上，照样显高级。不做无主灯。如果你家不是别墅或是2.8米层高以上的大平层，就别跟风做去无主灯。先不说花钱多少，关键是吊完大平顶，铺完地砖，层高不足2.5米，那住进去能不压抑吗？而且无主灯灯光整体偏暗，虽说氛围感和情调是有了，但普通家庭柴米油盐的生活才是常态，照明灯光不舒适，就这一点还不够劝退你的理由吗？9不装反光灯槽。我是真不能理解，家里既不装中央空调，又没有管道需要隐藏的，为啥非要做个反光灯槽吊顶？时间一长，这反光灯槽子里要么就是落灰，要么就是有小虫子，这不就是给自己找家务活吗？想要不落灰还好看，就把反光灯槽换成双眼皮吊顶，加上一圈线性灯，
记住一定要和窗帘盒做一样的高度，这样做高级感十足，省钱大气，还不容易过时。洗衣机家必备，和波轮洗衣机相比，滚筒洗衣机不仅颜值高，而且功能更多，自然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首选。但实话实说，很多人对于滚筒洗衣机上的某些功能还了解不够，或者说一直在坚持错误的使用方法，导致衣服洗不干净，甚至还会严重影响使用寿命。这一期小东就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关于滚筒洗衣机正确的使用方法，千万别再用错了。1. 洗床单、被罩不能卷成团，要叠放后洗。很多业主吐槽家里的滚筒洗衣机洗小件衣服还行，但如果洗像床单、被罩或者毛毯之类的大件时就很鸡肋，要么是清洗不干净，全都缠到一起了，要么就是脱水时过度震动，导致洗衣机移位，像是要离家出走似的。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大概率是放大件衣服时使用了错误的方法，或者使用前根本没看说明书导致的。要知道，滚筒洗衣机它是通过上下摔打实现清洗衣服的，如果你把它塞得太满，就会导致它没有摔打空间，衣服洗不干净不说，还会增加电机的负担。很多人洗床单、被罩这类大件时，都是揉成一团，一股脑的扔进洗衣机，这样的后果就会造成洗衣机过度震动，导致衣物或者洗衣机损坏。正确的方法是，洗床单、被罩要先把它们分开，然后折一下，叠好后的两端朝向滚筒内侧，这样洗完的床单、被罩不仅不会缠在一起，还会因为过水面积大，洗得更干净。2. 洗涤剂盒放错顺序会导致衣服洗不干净。不同于波轮洗衣机，滚筒洗衣机是有专门的洗涤剂投放盒，如果你平时洗衣时随意往里边加洗衣液、洗衣粉，这种做法也是错误的。滚筒洗衣机的洗涤剂盒打开之后会看到3个小格子，最右边的是预洗格，就是衣服需要预洗或消毒的时候用的，所以消毒液要放在这个格子里。最左边的是洗涤格，放的就是主洗涤剂，说白了，这个格子就是用来放洗衣粉、洗衣液的。而中间的这个是柔顺格，就是用来放柔顺剂的。知道了洗涤剂盒的用法，使用时就要特别注意，千万别放错了，不然会带来很不好的后果。1. 主洗涤盒放错，如果把消毒液或者柔顺剂放在主洗槽里，它们相互就会发生反应，从而降低洗衣液的洗涤效果，导致衣服洗不干净。2. 柔顺格放错，如果在柔顺格里加入洗衣液的后果，会导致衣服漂洗不干净。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说滚筒洗衣机洗不干净，会产生大量泡泡的原因。3. 预洗格放错，滚筒洗衣机的预洗主要是以浸泡为主，一般这里是可以放消毒液和除菌液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快洗功能没有预洗模式，所以不能放消毒液。3. 不同厚度的衣物不要用相同转速，滚筒洗衣机上的转速功能也是很多人使用时容易忽略的地方。如果一年四季的衣服都是用相同转速洗涤，也会影响衣服的清洗效果。其实使用滚筒洗衣机时，我们要根据衣服的薄厚来调节适合的温度和转速。比如说冬天的衣物比较厚，这时就需要把转速调到1000转或是1200转，温度调到40度，这样就能避免因为转速过低导致洗不干净或甩不干的情况。那如果是夏天比较薄的衣物，咱们就选择400到600转，温度调到30度，这样也能避免因为转速过高导致清洗后损伤衣物。4. 不建议经常用快洗功能。很多人使用滚筒洗衣机，觉得标准洗涤时间太长，就直接选择快洗或速洗了。殊不知这样的做法也是不对的，因为滚筒洗衣机15分钟的快洗功能，一般它的洗涤时间只有2至3分钟，这么短的清洗时间，就算是小件的内衣、袜子也能很难洗干净。所以一键开启快洗功能只适合新买回来的衣服，或者是干净的衣服沾了水。如果是穿过1-2天不是太脏的衣服，要用15分钟快洗时，可以先手动加长它的洗涤时间，通常可以最高加到7分钟，这个时候它就会变成20分钟快洗了，比标准洗省时省电的同时，还能保证把衣物洗干净。5. 洗衣机右下角的小门用途。滚筒洗衣机的右下角位置通常会有一个小暗门，很多人不知道这里的用途。其实这个小门是滚筒洗衣机的排污口，有的是通过按压打开，有的是需要塞进去1枚硬币才能打开。像我家目前使用的滚筒洗衣机，打开之后会看到右边有一个胶圈拉环，它的主要作用是当我们遇到意外情况时，导致洗衣机的门打不开了，这个时候只要把这个拉环向下拉动，洗衣机的门就能轻松打开了。其次，这里面还会有一个应急管，它是滚筒洗衣机的紧急排水口，就是当发生断电或者紧急情况时，导致洗衣机里的水排不出来了，
咱们只要把它拉出来，同时给它拧开，洗衣机里的水就会通过这个应急排水管流出。另外，这里面的大圈圈就是滚筒洗衣机的排污口，这个阀门需要逆时针旋转就可以把它取下来。这个排污口要经常给它做清理，它里面会有大量的毛发、污垢，甚至淤泥沉积在上面。滚筒洗衣机洗完衣服甩不干，有异味，甚至发霉，很有可能就是因为长时间没有清理它的排污口导致的。我们只需要定期把它拿到水龙头下冲洗干净，再以顺时针方向给它安上就可以了。滚筒洗衣机是所有家电里面使用误区最多的电器之一，长期使用错误的方法，不仅会影响衣物的清洗效果，还会大大降低洗衣机的使用寿命。以上这些关于滚筒洗衣机正确的使用方法，你学会了吗？建议赶快转发给身边有滚筒洗衣机的家人，千万别再用错了。装修不是抄作业，什么流行就装什么，特别是阳台装修，千万不要跟风装这10样东西，费钱还不实用，谁装谁后悔。你还别不信，这都是小东做装修行业15年来总结的经验教训。1. 不装超大落地窗，如果不是别墅，就别去追求那种大玻璃落地窗，价格死贵，通风效果还差，后期清洁也是个问题，要么花钱雇人清洁，要么还得配个擦窗机器人。最关键的是安全性还不好，特别是楼层高的，刮个大风你都得心惊胆战的。如果窗外有景观，想要视野好，就在玻璃中间加一根竖挺，既节省了费用，视野也不受影响。2. 不装推拉门，特别是客厅面积不大或者采光不好的户型，就不要在客厅和阳台之间装推拉门了，室内不通透，还显得空间小，更不要装这老掉牙的过门石了，一点用处没有，还显得小气。直接客厅阳台打通，瓷砖通铺过去，这样空间才显宽敞，视觉上也更显通透。3. 墙面不做乳胶漆或微水泥，阳台湿度和温差都比较大，特别是南方地区，如果刷乳胶漆或者刮大白，时间一长，非常容易反潮起皮。至于现在流行的微水泥，工费高，成本贵不说，也很容易产生划痕或者表面变色发霉。所以阳台墙面建议直接地砖上墙，打理卫生省心，也更加耐用。4. 不装洗烘一体机，想彻底解放阳台，就不要装洗烘一体机，容量太小不说，烘干效果还差，即便是烘干了，衣服也是皱巴巴的，还得找地方晾晒。直接入手个洗烘套装，独立的热泵烘干，不仅容量大，烘干效果还好，烘完的衣服蓬松柔软，立马就能上身穿。而且独立的烘干机还带有绒毛收集器，特别适合养宠物的家庭。5. 不装木质洗衣柜，特别是阳台在南向的，常年风吹日晒，迟早会开裂、变形，甚至发霉。建议就做太空铝的加厚材质的金属柜，不怕太阳晒，更不怕水，并且美观还上档次。当然，唯一的缺点就是造型选择少，给人一种硬邦邦的感觉。但居家过日子还是以实用性为主，颜值是其次。6. 阳台不装布帘，阳台装窗帘的作用其实就是遮光，所以没必要做一层布帘一层纱帘。即便是你多花钱做2层布帘，那层也都是收在边上，占地方不说，后期还得花精力去清洗，所以不如直接做一层素色的纱帘就可以了。另外，一定要提前预留窗帘盒，传统罗马钢外露不美观不说，积灰还不好清理。7. 不装隐形晾衣架，如果家里没配烘干机，有晾晒的需求，也不要装那种隐藏式晾衣架，因为家里的晾衣架基本都是天天用，很少有机会收上去，隐形不隐形根本不重要，何必花那冤枉钱。还有那种带消毒、烘干功能的晾衣架，也不要选，妥妥的智商税，就选择大品牌的基础款，有自动升降和照明功能的最实用。8. 不装复杂吊顶，阳台不要做太复杂的吊顶，尤其是那种木格栅吊顶，造价高，难打理，还压层高，不如直接吊一个平顶，边上预留窗帘盒。预算紧张也可以选择不吊顶，直接在边上加一个窗帘盒就可以了，简简单单，既省钱又美观。9. 不用红砖包管，阳台的下水管不要直接用红砖包管，不仅占空间，而且还不隔音。下水管最佳方案是直接包隔音棉，然后在外边做整排的柜子，把下水管隐藏在里面。这样做的话，不仅是功能性增强了，而且还更隔音了。10. 不装金刚网纱窗，除非是低楼层，否则不要装加粗的金刚网纱窗，妥妥的挡风神器，通风效果太差不说，更糟心的是还挡光。但粗大的孔洞对小蚊虫还束手无策，价格死贵，卫生还难清理。建议首选高透网纱窗，除了没有金刚网结实外，其他全是优点。视线好，不挡光，通风也不受影响。
关键是网眼也细，完全能挡住小蚊虫。每年的回南天梅雨季，南方地区的潮湿问题真叫人苦不堪言。地板湿漉漉的，衣服晾不干，真的让人很难受。如何快速除湿？很多人呢会想起空调与除湿机。空调虽然能除湿，但是制冷除湿电费贵，关机一样会回潮。而除湿机呢，除湿效果好，最重要的是省电。除湿机该怎么选才能不交智商税呢？我家呢前后换了3台除湿机，总结出选购的5个黄金标准，认真看完能让你不花冤枉钱。1. 看除湿能力，除湿机的除湿量越大，除湿的效率也就越高。无论是单间还是全屋除湿，大除湿量的除湿机呢，代表它的抽湿快，体验感也就更好。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咱们要关注的是名义除湿量，而不是额定除湿量。名义除湿量呢，是指在密闭的环境中，温度为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时，1小时内的出水分量。也就是说，名义除湿量越大，每小时除去的水分也就越多。2. 看核心材质，除湿机品质好与坏，靠的是压缩机、冷媒、蒸发器、冷凝器。其中呢，冷媒是特别关键的。据了解呀，市面上多数的除湿机产品普遍采用的是属性不稳定的铝式冷凝器和蒸发器，这就导致了除湿性能不稳定，而且呢，使用寿命呢也会较短，还会造成系统部件及压缩机的损坏。因此啊，看制冷剂才是选购的核心，务必认准优质冷媒，建议呢 R410A 制冷剂更好。3. 看附加功能。建议重点关注智能控湿，这个功能呢可以根据室内的湿度自动调节工作模式，自动维持人体舒适的湿度。简单的操作能带来更舒适的体验感，才是实用性的本质啊。当然，如果同时配置了干衣功能、空气净化等辅助功能的话，就更为优秀。4. 看降噪能力。由于涉及到风机与压缩机的工作，噪音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呢，也要特别关注除湿机的降噪能力。如果工作噪音太大，势必会影响到正常的休息和睡眠。个人建议呢，除湿机的噪音至少控制在45分贝以内，优秀产品能控制在40分贝。5. 看水箱容量，选择大容量水箱的除湿机，可以减少来回倒水的次数，但水箱容量太大也会导致机器自身体积过重，倒水时不方便。从体验感上来看呢，建议选择容量在5升左右的，尽量不要超过8升，不然倒水很困难。当然，如果带排水管的就更好了，可以直接接下水，这样呢，开机以后就不用管它了。我家这台是碧普 BP35 除湿机，当初选它呢也是做足了功课。我对除湿机就2个要求，除湿速度要够快，声音要小。碧普 BP35 除湿机呢，采用的是欧盟环保标准优质冷媒，让名义除湿量直接提升72%，所以除湿能力与其他同类型除湿机对比是要快很多的，而且带有万向轮，一台机器就能轻松搞定全屋的除湿。看我这才用了不到2小时就抽出这么多的水，比起之前的除湿机呢，除湿效率强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我呢是很喜欢它的操作够简单，一键开机，智能控湿，自动维持人体舒适的湿度。搭载的还是进口压缩机，睡眠静音值只有40分贝，就算开一整晚也不会影响睡眠。除湿机抽湿啊，最怕的就是频繁倒水。5.5升大容量储水箱确实很省心，还有外接排水管，不担心水满停机的问题。除湿的同时呢，还会释放300万负离子净化空气，可以吸附灰尘、细菌，就算不是梅雨季，也不用担心闲置了。总的来说呢，碧普 BP35 除湿机整体的使用体验感真的非常不错，很适合预算在1000元价位、大户型、全屋、多空间都需要除湿的家庭选择。